武器出口步子越迈越大，防务合作挑动阵营对抗。世界周刊本期特别报道：日本的危险信号。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8月底，日本财务省公布了各政府部门提交的2026财年预算申请总额，其中防卫预算申请额高达8.8454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美国智库亚洲集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日本正在推行2战以来最具野心的防务扩张。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政府试图以防务合作为名，重新定位其在区域安全格局中的角色。9月5号，东京，日本与澳大利亚两国外长与防长举行2+2磋商。同志国連携の中核である日豪間の安全保障協力はかつてなく広範かつ強固なものになっております。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联合声明中明确写道，双方将围绕长射程导弹及远程打击能力加强合作。此前，日本防卫省披露称，日本正着手升级由三菱重工研发的12式陆基反舰导弹，升级版导弹的射程将由200公里增至约1000公里。首批升级版12式仍计划于明年春天部署到九州熊本市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此地距离中国大约800公里。我が国に侵攻をしようとする相手に対して、艦艇や上陸部隊等による侵攻が確実に阻止をさせる。9月5号，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登上了日本最上级护卫舰。1个月前，日澳双方就该舰型达成了两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防工业协议。澳大利亚将在未来10年斥资100亿澳元，从日本采购11艘最上级护卫舰。The government today is announcing that we are down selecting 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 Mogami-class frigate as the preferred platform for Australia's future general-purpose frigate。最上级护卫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新型护卫舰，2022年正式服役。具备反潜、反舰及防空作战能力，配备32个垂直发射单元，能够发射128枚防空导弹，4倍于澳大利亚的现役澳新军团级护卫舰，其航程可达1万海里，也远高于澳新军团级护卫舰的6000海里。法新社分析称，澳大利亚正在进行大规模军事重组，希望通过增强远程火力提升海军力量。其中一项重要计划就是通过增加11艘护卫舰来扩充主力水面舰队。日本经济新闻指出，使用同款护卫舰将使日澳两国能够使用对方的干船坞和其他设施，提高作战灵活性。That this isn't just a frigate deal, this is a strategic defence industrial partnership. So this opens the door to having Japanese suppliers of our military.Not just our dependence on America. 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日本和澳大利亚分别被视为北锚和南锚，是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近年来，日澳的防务合作关系显著强化。In 2022, we kind of saw that crowned with the signing of a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and we saw 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that, it's not an alliance, but it sounds very much like an alliance. 借助这一次大规模军售，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防务关系或将向准同盟加速迈进。In what would be Tokyo's most consequential defense sale since ending a military export ban in 2014. 2战后，日本颁布武器出口3原则，一度严格禁止武器出口。但近年来，日本政府一再修改相关法律条款。2014年，日本内阁决议通过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大幅放宽向外输出日本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条件。2023年12月，日本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运用指南，首次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
2024年3月，日本政府再度修改相关规则，放宽对外联合开发武器限制，允许日本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研发下一代主力战机。这也是二战以来日本首度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实施大型军工合作。而在2014年改变武器禁运政策以后，日本首次出口防卫装备成品的交易，则是在2020年3月向东南亚国家菲律宾出口3套 JFPS-3MES 改进型相控阵雷达，总价值5.5亿美元。2022年，马克思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调整外交政策，追随美国力推的 2.0 版本印太战略，试图借助美国抗衡中国，不惜在南海问题上一再制造事端。在此背景下，日菲加速接近，防务合作逐步升级。We have seen Japan exporting some Coast Guard ships around the region. We saw a recent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for Japan to export some of its second-hand ships. And I think Japan is generally trying to embrace the region as a defense exporter. 去年，日本政府对美反向输出，出口了首批致命武器，在日本生产的爱国者防空导弹。英国广播公司评论称，这像是美日两国唱的一出双簧。美国从日本进口爱国者补充本国库存，同时用库存中原有的爱国者援助乌克兰。如此一来，日本就实现了曲线援乌，从而达到在西方集团内部扩大影响、提升地位的目的。而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看来，与最新达成的日澳军舰协议相比，去年的爱国者导弹交易只能算小巫见大巫。根据澳大利亚国防部的公告，11艘最上级护卫舰的前3艘将在日本建造，其余8艘将由澳大利亚建造。日本读卖新闻称，这将是2战后日本政府首次向外国出口大型成品武器装备。伦敦国王学院东亚战争与战略教授帕塔拉诺直言，无论是出口军舰还是出口造舰技术，对于日本的军工企业来说都是挑战。但如果成功，则可能成为日本开启更多军工合作的敲门砖。三菱重工，最上级护卫舰的制造商，曾是2战前和2战时期日本帝国海军建设的关键力量，曾负责建造号称史上最大战列舰的大和号和武藏号。这2艘战舰排水量达7万吨，装备18英寸主炮。如此巨舰大炮，体现了当时日本海军各舰优越主义的思想。日本战败后，三菱重工被拆分成多家企业，并一度被禁止使用三菱的商品名称或标志。但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军工业得以复活重建。日本不仅为美军维修保养武器装备，还生产了大批军需物资供应前线。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以1950年11月志愿军为阻断美军南撤、3炸交通要道水门桥的真实战例为蓝本，最终陷入绝境的美军靠天降钢桥逃脱，而钢梁组件正是由日本三菱重工加急赶制，然后用美军运输机空投至战场。1952年4月，朝鲜战争期间，由美国主导将中国苏联排斥在外的旧金山对日合约生效，该合约废除了对使用财阀商品名和标志的禁令，三菱集团由此重获名称。1954年，一度分裂的三菱集团进行了一系列合并。今年5月，三菱重工发布2024年财报，该公司在航空、防卫、航天领域销售收入增长达30%，防卫业务已成为其利润增长的主要推动力。8月28号，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空母舰停靠日本东京。日本时报称，这是近年来外国航母首次进入东京湾，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Together, we are taking UK, Japanese, naval and air cooperation to new levels. 威尔士亲王号是由12个国家组成的航母打击群的旗舰，目前正在执行为期8个月的巡航任务。8月初，英国航母打击群官方社媒账号发布消息显示，威尔士亲王号的舰载机 F-35B 在训练时首次降落在日本的准航母加贺号上。
日本时报称，这种跨甲板训练让舰载机的行动超出单航母范围，能够在不同舰艇平台上加油或重新装备。这一跨甲板起降使加贺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航母。据英国防卫大臣约翰·希利透露，未来几周内，日本的 F-15战机也将首次部署至欧洲，驻扎在英国。8月23号，日本首相石破茂视察了共同停靠横须贺基地的加贺号和威尔士亲王号，登上改建后可供 F-35B 起降的加贺号甲板，并在威尔士亲王号坐进 F-35B 战斗机的驾驶舱。共同社称，这是日本首相首次登上停靠日本的英国航母。日本とイギリスの防衛協力は人的なもの、人的な交流、そして共同訓練に加えて宇宙サイバー、そのような新領域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そのような連携もかつてないレベルに達しておるものであります。日本和英国是美国在东西半球最忠诚的盟友，被视为其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霸权的两翼。但由于相距遥远，长期以来日英关系不温不火。英国脱欧后重新确立全球英国战略，将日本作为重返亚太的跳板，日本则将英国作为军事力量借船出海的支点。2023年，两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允许双方部队互访和共同训练，标志着日英关系提升至准同盟水平。有分析人士认为，在特朗普政府关税大棒横扫全球的背景下，日英加速战略接近，也可视为一种抱团取暖。 For Japan, U.S. is its only ally, and the U.S. presence is huge here in Japan with military bases all over. But it's been expanding security ties beyond the U.S. given the uncertainty of U.S. commitment in the Indo-Pacific. 8月29号，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威尔士亲王号航母上回顾了1902年缔结日英同盟的历史。在1905年的对马海战中，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击败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其中日军旗舰三笠号就是由英国维克斯公司建造的。维克斯公司后来成立了飞机制造部门。如今，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正联合开发下一代战斗机。中谷元称这极具深意。朝日新闻注意到，在演讲中，中谷元强调了保持两国准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日经亚洲指出，日英之间这种所谓的准同盟关系，不同于日美之间有正式集体安全条约支撑的同盟。但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是否会向作战联盟演变，仍存疑问。8月18号，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到访日本东京，与日本外相岩屋义举行首次战略对话。日本とドイツ両国が価値や原則を共有する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として、緊密に連携していくことは極めて重要であります。共同社称，双方就推进安全保障领域合作达成一致。据日媒此前披露，德国陆军部队或将于今年访问日本，与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正式联合训练。在战后80年这一历史节点，日德的动向引起更多关注。Wenn wir zusammenarbeiten, dann können wir die massiven Herausforderungen angehen. 据德国之声报道，最近，德国最大的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公司开始测试将为日本客户制造的无人驾驶地面战车。一家日本公司目前正在为德国和瑞典联合研制的金牛座巡航导弹研发火箭推进装置。今年8月，电影《南京照相馆》在北美上映。I didn't know that this happened, and I feel a little guilty that, as far as history, the history that we learned, we left out this episode of Nanjing. We left out the conflict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同在这个夏天，多部二战题材电影也在日本国内上映。8月1号。电影《长崎在闪光的影子下》在日本公映，通过3名学生的视角展现长崎原子弹事件。
却对长崎是二战时期日本重要军事基地的事实轻描淡写。8月15号，电影《雪峰》在日本正式上映。该片将日本2战时期的驱逐舰雪峰号塑造成所谓的幸运之船，展现其在菲律宾、中途岛等地激战中的传奇经历，对该舰作为日本侵略者作战武器的事实加以粉饰。影视作品中的错误史观，折射出战争加害责任在日本社会记忆中已被刻意边缘化。今年8月，日本时事通讯社在东京涩谷对100名15至25岁的日本年轻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40%的年轻人不知道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日。另一项调查显示，超过70%日本年轻人几乎从未与家人或朋友谈论过2战历史。あったことをなかったことにはできないわけですから、あったことをしっかり認めて、でそれをやっぱり日本社会が、政府も認め、日本社会がそのことをしっかり共有すべ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がなければやっぱり未来を切り開くことはできない。日本はいたずらに軍事費を増強するのではなく、周辺諸国との間の民間も含めた外交努力を強化をし、東アジア共同体の実現に主体的な役割を果たすべきであります。日本が過去の歴史に対して深い反省の上に立って、独善的なナショナリズムを排して平和と民主主義を推し進めていく道はそこにあると信じます。历史经验表明，军事合作的扩张往往导致战争风险的上升。在战后80年的今天，防止军国主义阴魂复活，日本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正如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所说，日本政府不仅应当反思军国主义的历史，还应重申基于日本宪法的不战誓言。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